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长孙将军府嫡女令仪，温公茂著，德才兼备，立尔为后，统摄六宫，钦此。谢陛下圣恩。皇后娘娘10岁千岁千岁。恭喜宿主成功绑定系统，您的任务是嫁给裴家少主，当上裴家主母。宿主任务失败，您会被系统抹杀，祝您好运。被人强行绑定系统后，本宫竟来到了1000年后，成了长孙家的一个私生女。哎，裴少，听说你那个大嫂给你订婚了，还出来玩，不怕你那未婚妻吃醋？那长孙家早就败了，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找了个私生女，哪里配得上我们裴哥哥呀？况且啊，裴哥哥心里早就有喜欢的人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哟，你俩这是什么情况呀？妙龄不是你资助的学生吗？别瞎说。本少爷心里只有这个。谢谢裴少，谢谢裴少。哎呀，看样子最近瞒着家族在外面偷偷赚了不少钱吧？哎，什么叫偷偷啊？我萧爷那是看在老太太的面子上，不想跟他哥撕破脸，所以才自立门户。比起裴家的底蕴，他也不差这些。兄弟，谢谢你请客啊！不用谢，刷的是你的卡。宿主，这就是您要嫁的对象裴香。一个纨绔，居然拿婚书来算计我。无妨，算计自然是有来有回才好。我已经知道了，原本和裴家定亲的人是姐姐，你们想要让我去替嫁？怎么会呢？妈是看你这些年在乡下受苦了，就想着安排一门好亲事弥补你。好，既然是弥补，想让我嫁人，那不知道父亲母亲为我准备了什么嫁妆呢？这女儿多年未归，想必裴家肯定会想我不受重视。那日后女儿怎么在裴家为咱们家说得上话呀？哪的话呀，爸妈是想着同你商量来着，咱家绝不会亏待你的。你想要什么跟妈说。一个从小养在乡下的私生女，亮你也没见过世面，能想到什么好东西？女儿昨天做的教撵还行。什么教撵？你是说我的劳斯莱斯？那可不行啊！好了，给他吧，嫁了裴家，什么都没有。这房子嘛，虽然旧了点儿，不过也算能住人。什么？这房子值10个亿，而且是我们长孙家的祖宅呀！不行，给不了啊。那还是把这门婚事还给姐姐吧。姐姐在家备受宠爱是出了名的，想必就算没有这些，也不会让裴家瞧不起。等一下，我车子都给了，你可不能看着妮妮跳火坑啊！好，给你了。你还想要什么？裴家给的彩礼和你们为姐姐准备的所有嫁妆。母亲们不愿意，女儿也理解。只不过日后女儿在裴家仍未言轻，恐怕
为长孙家做不了什么了，不如这婚事，给，都给你。好，那就不打扰你们在这里清点彩礼了。上一世，九皇子本是一颗弃子，成婚时连件像样的衣裳都没有，我百般筹谋，才扶他坐上龙椅。这一世，嫁给一个纨绔，开局就是财阀少夫人。本宫还从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呢。奇怪，小姐，裴家怎么没人开门啊？呀，祖宗哎，怎么还在睡呀？婚车到我门口了，快起来接亲呢！哎呀，谁定的婚事，谁去接。裴家这趟浑水可不好趟，他敢接嫂嫂的招，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。有人吗？新娘来了，有人吗？小姐，这裴家也太过分了，第一天就给您下马威。无妨，曾经3宫6院都被我整治的服服帖帖，还怕一个小小的裴家？把门砸了！山鸡插上几根羽毛，就想飞上枝头变凤凰了。你也不看看我们裴家的大门，你砸得起吗？你们裴家的下人也敢对主家这么说话？我今天便教教你规矩。你敢打我，我可是大夫人的人。那又如何？弟妹好威风啊！小门小户的泄露锋芒的蠢货，想必您就是这条看门狗嘴中的大夫人。丽姨见过嫂嫂。哟，弟妹这是把娘家的家底儿都给搬空了吧？真没想到，长孙家为了攀上这门亲事，真是煞费苦心啊！哦，对了，我听说弟妹是从乡下，哦不，是从外面回来的，你大概还不太清楚。我们裴家底蕴深厚，规矩繁森。弟妹啊，进家门之前，这家规啊，你可得先学明白了。还有人打算教本宫规矩，有趣。本想让裴儿娶个不受重视的私生女，争不了家产，怎么他们家还张罗了这么多嫁妆？不行，不能让她进门。弟妹啊，咱们裴家比较传统，这新媳妇入门啊，这家规得用这毛笔认认真真、一笔一画的给抄录下来。这长孙家求着和我们裴家联姻，没成想弄个私生女来糊弄，也好让他知难而退。弟妹啊，你要是觉得为难的话，不如就先回去吧。啊，无规矩不成方圆，嫂嫂教训的是。不过这家规嘛，不够严谨。第78条，
妻从夫纲，若丈夫纨绔不堪，德行有亏，妻子还要纵容吗？应该改成夫不义，妻可见；夫不从，妻可管。夫妇同心才是兴家之本。一个从小在乡下长大的野丫头，怎么懂这些？出身虽然差了点，但不卑不亢，治家有方，像是个好孩子。喊新郎来接亲。哎呀，二少爷还在床上睡懒觉，他不肯来接亲呀。那就把他给我抬过来。这干什么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！我不接啊！谁定的谁去接？哎呀，培儿，你别闹了，这新娘子自己个儿都进门了，难不成我还找人把她赶回去？嫂嫂，你这从哪个博物馆搬过来的古董吧？无趣死！像我第二个祖母，我不喜欢啊！培儿生性纨绔不羁，你就等着出丑吧。哼！我劝你啊，趁早离开裴家这个龙潭虎穴，聪明人可不会被人当枪使。跪下！让我跪？你谁啊你？你我已经立下婚书，我自然就是你的妻子。家规第78条：夫不义，妻可见；夫不从，妻可管。君若有偏，妻当劝之；君若执迷，捧心而见。新婚当日，不接新妇，不穿婚服，不守家规，为妻的，当然可以教训你。我告诉你啊，从小到大就没有人敢打我。你真敢打我？你疯了！你别以为我不敢打女人啊！走，别打我，姑奶奶！哎，祖母，他打我！住手！住手！你一个做妻子的，怎么能打自己的丈夫呢？私生女就是没规矩。嫂嫂作为长辈新辞，当然可以放纵她，但是丽姨嫁进来是要同她过一辈子的。她如此行事，以后如何当丈夫，如何当父亲，如何当家主？孙媳妇说的没错，你一个当家祖母，还不如一个刚进门的懂事。不是祖母，我有意思，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见嫂嫂吃瘪，这个小姑板有2把刷子吗？上家法！祖宗，忍2下啊！好孩子，这臭小子你只管打，打坏了算祖母的。谢谢祖母。祖母，祖母，你怎么帮着外人呢？连祖母也被他收服了，看来以后这日子啊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请新娘子敬茶，改口。孙媳丽姨，请祖母喝茶。你先请起。来，
好孩子，这是裴家祖传的手链。祖母，这个太贵重了。拿着，你聪慧懂事，足有我当年长家的风范。裴儿交给你，祖母也安心。多谢祖母。去把裴儿一直资助的那个谁喊过来。那小姑娘不是一直对他有意思吗？我倒要看看这私生女还能得意多久。哎，你不用为我做这些的。这是为妻应该做的。哦，那个，我自己来就行。没想到这1000年后的纨绔公子，竟然比我西朝男子还保守。哎呀，妙龄，你不能进去！嫂子，不要离开我！裴哥哥，你怎么能娶她呢？你不要我了吗？苏妙龄，谁让你进来的？我，那自然是想我们夫妻不和睦的人。哎呀，你这是哪儿的话呀？他们2个自小一块长大，感情深厚。这妙龄还是被裴儿资助多年的小妾。什么小妾啊？裴哥哥，那是喜欢我才资助我上学的。识相点，你就自己把少夫人的位置给我让出来。上来就暴露目的，又是一个冲动无脑的蠢货。这婚事呢，自然是2家长辈定的，我做不了主。你要是有异议的话，可以去找祖母商量。搬出祖母，借力打力，聪明。虽然这个休妻我做不了主，但是纳妾我倒是不同。我看你腰盈臀满，面色红润，定能为裴家开枝散叶。这个主我做了，纳你进门。以退为进，漂亮。你懂不懂法呀？一个男人怎么能娶2个老婆呢？你这是害裴哥哥犯成婚罪。哦，原来你们那律法是这样的。那你岂不是连做妾的机会都没有了？我看你没比我大几岁，怎么满嘴的封建糟粕呀？得了，我告诉你吧，自古以来呢，这结婚就是要门当户对。像你这种乡下来的私生女，配不上我们裴哥哥。行吧，既然进门做妾行不通，你又想留下来，不如那你认她做妹妹吧。步步为营，不愧是我裴小的老婆。做妹妹，这不合适吧？怎么，嫂嫂，你是想让她进裴家做少夫人啊？哎呦，你这是哪儿的话呀？我这不是怕裴儿她不同意吗？我同意，就听我老婆的。任妹妹。这个呢，就是我送给妹妹的见面礼吧。谁要做你妹妹？我要做裴少夫人。可惜了，这可是祖母送给我的。哎呀，你不要，你给我呀！你摔它干什么呀？哎，给一个乡巴佬的手链，能值多少钱啊？不多，也就8000万。什么？哎，你看，这是我先看到的。
你看他们俩像不像恶狗抢食？小姑板，你还挺记仇啊！春宵一刻值千金，我要跟我老婆肉偿。我要赔。我只是为了赶他们走，你别误会啊。你过来。这是不是太快了？这种事情呢，自然是越快越好。裴家的事情，你跟我讲讲。啊，说是这个事儿啊，那个裴家的继承权和掌家权都在我大哥大嫂的手里，这两个人呢没什么真本事，败了不少家产。那，你拿到手里的家产有几何？我每个月就10万块钱零花钱，不过你不用担心。我自己的老婆，我养得起。这些都是银两。嗯，这些年在外面做事，存了一些。以后这些都是你的。是你说的，你我下了婚书，你就是我的妻子。你比你大哥更适合当家主，你为什么要藏拙？我祖母年纪大了，送走了祖父，我父母又意外地去世。到了晚年，我总不能让他们看着我兄弟两个争家产吧？可是，就算你不争家产，你大哥大嫂也未必能放过你。你所求的不过就是家庭和睦，可这偌大的裴家，还经得起他们败几年？先是让你娶一个没有娘家扶持的私生女，断了你争家产的路。新婚当天又通过立规矩来羞辱于我，如今居然还敢单人来搅和，洞房花烛夜，你这个嫂嫂如此的跋扈，倘若以后这裴家落到他们夫妻手里，你真的甘心吗？我果然是没看错人，刚上门第一天就把我裴家看了个透。躲是躲不掉的，只可惜这是本宫帮那个草包毒卫玩剩下的。啊？不如我们结盟，我来帮你争权夺产。你呢？你要什么？你呢？你要什么？我要裴家的掌家权，当裴家的主母。好，你想要，我就给你争。以后，你做我的妻，我做你的刀，你可以尽情的利用我。一言为定。不过，这个掌家权在我嫂嫂手里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不急，你那位嫂嫂自然会安排事情给我。嫂嫂，弟妹啊，过几天就是祖母70大寿了，你有否准备好礼物啊？哎，既然嫁进了裴家，嫂嫂打心眼里啊，自然是拿你当亲妹妹来看待的。咱们这祖母这些年来心里啊，一直有一个遗憾，就是没能当祖父和公婆在世的时候拍一张全家福。嫂嫂，您的意思是？
我本来啊是想找一个画师画一幅全家福，作为寿礼送给祖母。不过弟妹，既然你没有准备礼物的话，不如这全家福就交给你亲手来画，当做寿礼送给祖母，她老人家一定会非常开心的。那就多谢嫂嫂提点了。好。他说的没错，在我出生没多久，祖父和父母就去世了，也没来得及陪上全家福。不，嫂嫂会好心跟你说这些，肯定又要搞事。我还是为什么？要的就是他搞事。去，把裴家人的照片给弟妹送去。大夫人，您不是要除掉他吗？怎么还交代他画全家福讨好老夫人呢？你懂什么？这全家福要是给毁了，不就成了他的催命符了吗？还是大夫人高明。祖母啊，这次裴赫人在国外，虽然不能赶回来，但他的心里一直牵挂着您，知道您平日里吃斋念佛，特命孙媳妇儿啊给您准备了这个星月菩提手串。来，祖母。星月菩提，这手串去年拍卖到了1.4亿美元，天价呢！不愧是裴家长媳呀，出手真阔绰呀！孙媳妇儿祝福祖母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你们夫妇二位有心了。祖母啊，这更有心的在这儿呢。孙媳妇儿听说弟妹亲手给您绘制了一幅祝寿图，您一定很喜欢。一幅破画能值几个钱？能比得上星月菩提？是啊，传闻裴儿娶了个私生女，果然是真的，看着一身的小家子气。祖母，力意不才，特意为您绘制了一幅全家福。愿祖母岁岁无忧。全家福好啊，打开看看。老太婆丧夫丧子，收到这幅画，无疑是在她的伤口上撒盐。这下有好戏看了。这怎么回事？白纸，这怎么会？祖母，你听我解释。哎呀，弟妹，我不过就是随口一提，你要是不会画的话，你直说就好了。祖母啊，不会怪罪你的。哎呀，祖母，弟妹刚进家门就遇上了您的寿辰，这时间上啊，的确有些仓促，您消消火啊，别往心里去。怎么回事啊？送张白纸算怎么个事儿？就是贺礼送张白纸。放心。祖母啊，孙媳妇儿还给您准备了一个大的惊喜，您一定会喜欢的。走，跟我去看看。走。祖母啊，您看那个，您保准开心。这个是老大在国外花重金给您定制的钢琴。自从你们祖父走后，我也10年没再弹琴了，老了，手也生了。这大架子就是他们口中所说的钢琴吗？这是钢琴，你居然不认识啊？哎，长孙家世代名流，
这弹钢琴应该不在话下，不如你就带祖母试试这个钢琴，趁不趁手？这要是弹得好啊，说不定还能将功补过，讨您老人家开心不是？钢琴，连幅画都送不明白，他弹钢琴弹得明白吗？可不是，让一个乡巴佬弹琴，陪老太君的寿宴，只怕要贻笑大方了。孩子，要不你替我试试吧？那我就试试吧。奴孙媳前去准备一下。怎么是裴少啊？这不是耍我们吗？这裴儿整天吊儿郎当的，他能弹琴吗？祖母，这裴儿也真是的，这弟妹不懂事也就罢了，她也跟着胡闹。我这就跟各位贵宾道歉。各位啊，太美了，这不是裴少夫人吗？未成曲调先有情，好，好啊！钢琴流云信手，琵琶弦弦错杂，搭配浑然天成，这合奏人间难得几回闻呐！少夫人这气质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古时候宫里的娘娘呢。等等，这是已经失传多年的西朝皇后所作《元夕贺曲》。好啊，好，好啊，全家福好啊！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寿礼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祖母、孙儿、孙媳带着祖父、父亲和母亲一起给您祝寿了。全家福你不用花了。为何？嫂嫂给你使的绊子可不是这个，我派人探了，他找人运了台大钢琴。钢琴？这是何物啊？一种西洋乐器啊，都300多年了，你不知道？才300年，那我西朝确实没有。既是钢琴，你肯会奏？这琴得奏，画也得画，还要画2幅。好孩子，都是你带来的福气。来，到祖母身边来。来，到祖母身边来。
嫂嫂，全家福的事情，还是多谢您的提醒。都是一家人，不必客气。谢谢嫂嫂，好狗不挡道，敬您一步。我们是一家人，放我进去！裴哥哥已经认了我做干妹妹呢。大夫人，那个穷学生又来了，这会儿在大门口等着给老太太送礼呢。他能送什么大礼啊？快打发走！哎，等等，我倒是有一份大礼要送给他。他们两口子不是爱出风头吗？那咱们就让他出个更大的。佩儿的酒里已经加了料，能不能顺利坐上少夫人的位置，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。妙龄一定不辜负您的期待。弟妹啊，你这一手琵琶弹的可真是精妙绝伦啊！这张太太和赵太太吵嚷着要向你讨教呢，你赏个脸，随我过去一趟。你还好吗？我没事儿，今天就是喝的有点多了。哎，那你陪着少夫人一起去啊？行。走吧，弟妹，来。裴哥哥，我喜欢你很久了，你应该也是一直喜欢我的吧？呀，你给我站住！不许去！你先连我的话都不听了吗？夫人与贵宾在内间议事，不得喧哗。祖母，这张妈反了天了，竟然敢造谣主家！哎呀，大夫人，您就别包庇她了。老太太，这事可关裴家的声誉，我不得不报啊！哎呀，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，这贵宾都在这儿呢。你也知道裴儿一向是那副德行，你非得在今天闹吗？啊？裴燕又怎么了？老太太，二少爷跟他那资助的姑娘在琴房，干那事儿呢。什么？我说的没错吧？二少爷在这偷人呢！好你个裴儿，你一向荒唐惯了也就算了，我都护着你，今天居然当众做出这样的丑事，你把祖母和整个裴家的脸面放在哪儿了？混账！你这么做对得起林姨吗？我在自家的房子、自家的琴房和我自己的老婆做，有问题吗？一点小事就兴师动众，你要是长不好家，就把钥匙交出来。裴家可不止你一个孙媳妇。祖母，
清河知道错了。哼，你怎么会是你？那你觉得原本应该是谁呢？你在干什么？放手！我和裴哥哥自然是在做爱人之间做的事情。爱人？那你为何要趁人酒醉啊？难道你也知道这份爱是一厢情愿？你谁呀你？你敢动我老婆？还看？还不快滚！夏，你不是喝醉了，你是被下药了。林峰，趁我现在还清醒。我要走了，你去找谁呀？难道这不是妻子该做的事情吗？我们这样做会不会太出格了？做想要做绝对的事情，尤其是对你。嫂嫂，戏都看完了，你乌泱泱的带了一大堆人过来兴师问罪，是不是应该解释一下呀？好你个张娜，你也算是裴家的老人了，你居然是非不分，想要主家？不是，大夫人，不是害你来狡辩，不承认是吧？左右来人，把这个满嘴谎话的老东西拖下去，给我狠狠的打！啊！哎呀，大夫人，都是大夫人的指示我干的呀，夫人。张嘴就来是吧？你有证据吗？祖母方才可是听得明明白白，明明是我在拼命的拦你啊！老夫人救我呀！我说的都是真的，老夫人你救我呀！嫂嫂，谁不知道张妈是你的人啊？你明知道祖母在会见贵宾，还闹这么一出，说不定你们俩是唱了个双簧呢。你胡说八道！我也是裴家的人，我打裴家的脸，不就是在打自己的脸吗？嫂嫂，我看你啊，不是想打谁的脸，你想毁掉的只有裴二。你怎么？我猜中你的心思了，说不出来话了？我们有人证。李保镖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嫂嫂急什么？
这还什么都没说呢。我好心资助你上学，你居然给我下药！说，谁让你干的？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，裴哥哥？我这些年对你的真心，难道你都看不到吗？张妈都已经承认了，你还在嘴硬啊？不是，那药是嫂嫂下的，我只是看见你了，一时情难自禁。不，祖母，不是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你还不清楚吗？我绝对不可能做这种龌龊的事情。祖母，嫂嫂向来都谨慎，之前她一直让我提防着苏妙玲，说小心让她毁了裴家的名声。我呸！就是他下的药，那是个大坏蛋，也是他指使我去找裴哥哥的。贱人，敢污蔑我！老女人，你敢让我背锅，我跟你拼了！你猜他俩谁会赢？够了！张家全都在你手里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祖母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来人，把这个毒妇送回赵家去，让他的父母好好管教管教。祖母，不行，我不能回去。张家之事繁琐，我走了，您的身体会垮掉的。让令仪掌家。不行，体妹刚进家门，她不能。自打令仪进门，他聪慧识大体，不知道要比你好多少倍。把掌家钥匙交出来。裴家就交给你了。令仪定不负祖母所望。裴哥哥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这么多年了，难道你对我连一点点的感情都没有吗？什么感情啊！我资助你上学，只是因为你父母为裴氏做过事而已。从今以后，你不许踏入裴家半步。这么着急喊我过来，是裴儿出什么事儿了吗？可不是嘛，二少爷他要杀人了。她就是一个私生女，她到底有什么好的呀？她根本就配不上你。不，明明是我配不上他，他值得世界上最好的，我甘愿做陪衬。可笑，我竟然会输给一个低贱的私生女。看来我对你还是太仁慈了。这些年我资助你的钱，一分不少的给我还回来。你堂堂裴氏集团少爷，捐出去的善款都要收回，传出去名声都会毁光的，你连这个都不在乎吗？名声关我屁事啊！我老婆开心最重要。这个家没有我得散。李保镖，少爷，走吧。裴哥哥，走吧。你不能，裴哥哥。老婆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哎，好一出二少3打白骨精，精彩！我没看够。精彩的还在后头呢。这个补给你。这是何物？这是婚戒。你戴上之后，我们2个人就是一生一世的夫妻。
少夫人，什么事儿？老夫人找您商量涨价的事儿。知道了。那天在钢琴上怎么没发现他力气这么大呀？少爷，嘴角。笑什么笑啊？没见过别人亲嘴。少爷去哪儿啊？给我老婆撑场面。祖母，令姨，坐这里。令姨啊，你刚进门就让你挑这么重的担子，着实为难你了。裴家所有的账本啊，都在这电脑里。上次给你的 U 盘是密钥。一块硬板子就是账本吗？您是说这个板子是一把锁，要用这个方块的钥匙来解它？你不懂啊，就问裴儿。好。还有你，别整日游手好闲的，娶了个好老婆就要多帮衬着点。涨价权拿到了，多亏了有你这把好刀。老婆，我这把刀用的还趁手吗？这本账目怎么没有字啊？你不会打电脑？打电脑？你还真是个小古董。先按开机键。那这个怎么用啊？插进去，然后找到账本文件夹，点开，打开表格。没想到这么小小的一个账本，竟然能记下这么多账目。老婆，时候不早了，该睡觉了。老婆，寝线太硬了，我吩咐人换了新的床垫。我还得算账呢。那你先算算我这笔账。恭喜宿主成功拿到涨价权，下一步就是获得裴祖母认可，坐上裴家主母的位置。祝你好运！裴家产业众多，账目复杂，没有想到这么小小的一本，居然能全部重现。他足足看了3个小时的计算机速成手册，还学了1个小时的电脑。一个没念过书、乡下来的私生女，连电脑都不会用。我看这涨价权就是到他手里也留不住。还真是我的好夫人呢，居然输给了一个文盲，可笑！订票回国。
大哥，祖母，赫儿回来了。别笑。大哥，你还没跟我老婆问好。之前我见过长孙家的大小姐，我记得不长这个样子。大少爷，这是长孙家的二小姐。胡说，长孙家只有长孙宁宁一个大小姐，什么时候来的二小姐？这是长孙家乡下来的私生女。这个长孙家也太混账了啊！居然拿这么一个货色来糊弄我裴鹤的弟弟。小小，大哥回来了就会为你撑腰的。现在我就带你去长孙家把人给换回来。走。弟媳令仪见过大哥。我不管你使用了什么手段嫁进了裴家，但是我裴鹤的亲弟弟绝不可能娶一个上不了台面的私生女。裴家送到长孙府上的婚书，清清楚楚写的我的名字。接亲当日，嫂嫂体谅我离家久居，特意命我抄写家规。就连这把掌家的钥匙，也是祖母亲授予我的。听大哥这话的意思，裴家定亲不查姓名，嫂嫂接亲不看礼节，祖母授权不重品行。裴家是财阀之首，大哥，您又是裴家的家主，您说出来的话朝令夕改，这岂不是荒唐儿戏？赫儿这么久没有回家，他还不了解你。令仪恭顺聪慧，这段时间治家有方，长孙家大小姐说不定还没他一半好呢。要真是长孙家换了人，那我还得谢谢岳父岳母。我对现在的老婆很满意。哎呀，看来我这个弟妹把我这个小纨绔的弟弟治的是服服帖帖的呀！啊，大哥很久没回家了，有点莽撞。大哥，您想要坐稳这家主之位，光靠莽撞，恐怕难以服众啊。这乡下丫头牙尖嘴利，小看她，看来赶走她的事还得从长计议。祖母，我想您给我做的好吃的，快，我肚子饿。孙儿这次回国带来一个好消息，餐饮巨鳄上野先生要在国内进行投资，如果咱们获得他的青睐，那咱们裴家20家酒店就能跻身世界的前列了。哎呦，好啊！你祖父和你爸妈生前没实现的夙愿，终于要实现了。所以我想办一场家宴来招待一下上野先生。想必弟妹是愿意帮忙的吧？不行，我老婆现在管账已经够累的了，还要办家宴，那岂不是要累死啊？哎呀，小小，之前你嫂嫂掌家的时候，是不是又管账又办家宴啊？你看弟妹现在连家规都改了，那这个小小的家宴应该不在话下吧？祖母，现在有令仪管家，办家宴理应由他主持。令仪听从祖母安排。哼，蠢货，上钩了。大哥这次回国，摆明是冲着你来的。嫁进裴家这个虎狼窝，辛苦你了。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我做你的妻，你做我的刀。不想做你的刀了，我想做一个能保护好你的丈夫。好，小巷口。暴风雨要来了，我陪你。不够。登徒子，你还上瘾了？不是，我是法国。
还有4个小时就准备开席了。怎么回事？出事人呢？怎么回事？出事人呢？我去查一下，老板。少夫人，这是西餐家宴的菜单，请过目。厨师呢？是不是你们把厨师搞走了？二少，你可别乱冤枉人啊！大少爷也是刚刚得知厨师离职了，现在正在前厅忙着稳住客户，怕你们没经验，所以叫我送来菜单。少夫人，您还是赶紧做菜吧，不然怠慢了一众美食家，那可就糟了。惠灵顿牛排、法式龙虾浓汤、香煎鹅肝佐波特酒酱、黑松露温泉蛋沙拉，这都是合菜啊！完了，这次投资完了！玩什么玩？老婆，你等我吧。走。陈老头子，老板好。今天是哪门子妖风把少爷你给刮来了？你别管什么风了，快跟我回裴家做家宴。什么？当初是谁信誓旦旦说打死也不能让裴家知道这家餐厅？这会儿倒好，自己打自己的脸。走了，没空陪你玩。哎，你这个老头子，当初谁跟我说只要我把他捧成国宴大厨，他就听我驱使的？你怎么说话不算话呢你？不对劲儿你！为了一个家宴，不惜暴露你的私产，还搬出旧情拿捏我，难道裴家要出什么大事了？哎，你别废话，你走还是不走？裴家要破产了？那他破不破产关我屁事啊！我老婆现在做不出来菜，以她的性子，她肯定会很难过的。我呸！以前还觉得你小子是个百年难得一见的商业奇才，没想到你是个恋爱脑，没出息！你管我！你赶紧跟我走，别耽误老婆大事。我还没答应你呢，还想给你加钱啊！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。等了半个多小时都不见菜的影子。哎呀，上野先生，实在是抱歉啊！今日呢，是弟媳在主事，我已经派人去催了。二位再等一等啊。大少爷，老夫人不好了，厨房里一个厨师都没有，好像被二少夫人开除了。哎呀，下去！令仪一向懂事，这次怎么？祖母，这弟妹啊，毕竟还是年轻啊，这也是第一次主事，也没见过什么大世面，这安排不好很正常。幸亏，我安排了啊。大少爷，一个乡野丫头，根本不足为惧。山野先生，稍位，请。いただきます。换。多谢裴先生的盛情。您准备的这些西餐非常的美味，但是作为专业的美食家，您所准备的这些菜品，在国外的顶级餐厅都能吃得到。I heard Chinese food has a long history. I wonder whether Mr. Bei can take me. 老婆，哎，二位，明天裴某一定给二位安排好啊！不用等明天了。
老婆，我和国彦大叔已经把菜备好了。不用了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上菜。陆革命，这是……哎呀，弟妹呀，我知道你呢，想在这种场合出风头，这个可以理解啊。那你也不能把乡下这种白菜帮子给上野县城跟少尉吃啊！你这么做，你太过分了，你这不是砸裴家的招牌吗？这烂白菜啊，在我们村里都是用来喂猪的。这菜确实不妥。大家都先别急，我相信我老婆，既然她这么有把握，就请大家再看看。你们这两口子真是胡闹！不管你们。外邦来朝，自然是让他们感受我华夏美食的博大精深。此菜这是我大西朝的宫廷御膳开水白菜。这一次，我们利用你大哥进入了裴氏，只怕他不会善罢甘休。往后，我们走的每一步，都得踩着刀尖走。你怎么偷看啊？你不许看！我看我自己的老婆有问题吗？
你夺权这条路太危险了，你以后想要什么，让我这把刀替你去做。我一定会尽快拿下裴氏，坐上家主，让你坐上裴氏主母。你明天还得去裴氏报道呢。你要是迟到了怎么办？那就不睡。敢做局，利用我进裴氏。我亲爱的弟弟呀，如果你老老实实的只做个纨绔，兴许我还能饶你一命。可是你偏要狼子野心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明天找个人把那个野丫头绑了，引裴二一起出来，一起做掉。是，大少爷。大少爷，咱们已经等了2少爷半个小时了，今天还约了上野先生签约合同，要不您先走？还是再等等吧。啊，我这个弟弟平时懒惯了，起不来也属于正常。我这个当哥哥的，等等他又何妨呢？去看看裴二怎么回事。是，老夫人。少爷，这帮绑匪好像是故意引我们到这儿，恐怕有埋伏。少爷，你再等等，我们人马上到了。我等不了了。我看，你那小美人穿的挺保守，没想到还挺惹人。找死！少爷，你受伤了？没事，就他要紧。没想到你这娘们还会打架，很意外吗？将军府中无弱女，看来雇你们的这个人功课没有做足啊。说，谁是幕后主使？饶你一命！没人指使我，是我仰慕少夫人，我才……你还嘴硬！少爷，以后有你苦头吃了。没想到他身手这么好，而他第一次打我的时候那么轻，他肯定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对我一见钟情了。该死的恋爱脑！老婆，你受伤了？好痛！我为了救你和这些歹徒拼命，浴血鏖战来着。你看，胳膊都抬不起来了。少夫人，血！你受伤了？什么？走，去医院。等等，这个不是我的血。哎，你的手不是不能动吗？少夫人，这个就是爱情的力量。
们夫妻两个昨晚就出去，第一天上班就迟到，像什么样子？祖母，您呢也消消气。潇潇平时懒散惯了，他第一天上班起不来也属于正常。本以为娶了个好媳妇儿，想不到把令仪也带偏了。祖母，弟弟呢不愿意上进，以后咱们也不要勉强他了。我这个当大哥的养活他一辈子也不是养不起。祖母，那我先去公司了。去吧。养他还不容易，回头我给他们多烧点冥币，够他俩在下头再用一辈子了。大哥，走啊！你们怎么？祖母，哎，我给大哥送了份礼物。培儿，你这是？祖母，今天早上大哥送了我个惊喜，我这儿回礼呢。谢谢大哥。这怎么看着像个人啊？说吧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告诉你，动了我老婆，我就会让你付出代价。既然是礼物，那祖母在这儿，就先让长辈过目吧。啊，弟弟，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副总的位置，裴氏的实权，合同都没准备好了。现在总可以了吧？哎呀，我这个弟弟真是有心了啊！谢谢弟弟。哎，等一下，既然礼物都到这儿了，那总得让祖母看一眼吧？啊，不是，哎，祖母，祖母，不是，你听我解释这。surprise， 大少爷，意不意外？胡闹！都这么大个人了，都没个正形。大哥，跟你开个玩笑呢。潇潇啊，还跟小时候一样调皮，真是我的好弟弟。我先去公司了啊。怎么样，解析了吗？精彩。您这次的希望还是比较大的。哎，计划有变，赶紧回来。现在试管还没成功，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等怀孕了我再回去吗？那两个贱人没有死，还恶走了集团副总的位置。可是我现在没有怀孕，这祖母也不会松口啊！我的货，你怀不上。哎呀，清河，走路一定要小心啊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咱这怀着孕可不容易啊。祖母，孙熙有错。行了，都过去了。我老婆子盼了这么多年的重孙，终于是来了。你也是大功一件，都坐吧。慢点。祖母，医生说这试管得来的孩子得格外小心，需要卧床静养。赫儿，你多上点心。放心吧，祖母。令仪自请照顾嫂嫂。令仪自请照顾嫂嫂。那怎么行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弟妹不会还因为记得我之前做的那些糊涂事，不肯原谅我吧？可是孩子是无辜的，他没有做错事情啊。好妹妹，
你就放孩子一条生路。我知道错了，你就放孩子一条生路吧。我真的这一码归一码。祖母，清河是犯过错误，但是他已经受到过惩罚了。他们妯娌之间有过矛盾，我就怕有些人呢怀恨在心，借着照顾之名，戕害了我们裴家的继承人。祖母，这个后果可是没人担待得起的呀。大哥、大嫂，你们误会了，咱们本就是一家人，一家人哪有隔夜仇啊？过往的事情令姨早就忘记了。再说了，你现在怀着孕呢，又受了这么多，令姨实在不忍心，所以才……你少在这装着道貌岸然了，我还不知道你这蹄子。好了，都是当妈的人了，一点没长进。自令姨掌家以来，事事周到得体，从未有半点偏私。你们两口子不要用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再说了，我这老婆子还在呢，我看谁敢动我重孙子的歪心思。是，祖母。祖母，罢了，这小贱人上赶着来也好，我还正愁这头黑锅扣不到你头上呢。上次让你骗走了副总之位，今天给老太婆打好了预防针，戕害裴氏继承人这个罪，你老婆不担也得担。我听说啊，现在都流行什么科学育儿，祖母老了，你趁着照顾嫂嫂多学点，跟着混小子也早点给裴家开枝散叶。哎呀，快了！老婆，你明知道他这次回来是冲你来的，你为什么还要往里跳啊？算了，我还是不放心。最近我就不去公司了，我得守着。放心好了，因其所喜，一顺其志。用你们这儿的话来讲，就是高端的猎手往往以猎物的姿态出现，不是吗？你要当家主，公司的事情也很重要，内宅这种事儿交给我好了。什么叫用我们这儿的话？他到底从哪儿来的？大夫人，这是少夫人亲自为您熬的营养粥，请您尝尝。夫人放心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哎，谁知道它里面加的什么东西啊？对自己下手这么狠，看来她果然没有怀孕。没事儿，这只是让月事提前的药，不过他这个用量，怕是得雪崩了。既然这么喜欢加料，那少爷就给他加点儿带肉的。弟妹真是有心了。昨晚我只是随口一提，想喝点粥，没想到今早就喝到了你亲手煮的粥。应该的，嫂嫂尝尝，可否合胃口？喝完这一整碗，一会儿老娘血溅当场，你就等死吧。斯文点，小心烫。就是，嫂嫂，你多嚼一嚼，嚼碎一点，有助消化。
糟了，药量没喝够，怎么办？是丽姨不周，这个粥熬了好几个时辰，实在太烫了。丽姨就想着放在窗台上晾晾，再给嫂嫂喝，这才……你别太自责啊！你看嫂嫂还想再吃的样子，可能正合她心意呢。可恶，故意恶心我！算了，流不了血，就装肚子疼吧。我肚子好痛啊！这粥里有毒啊！怎么回事啊？弟妹，你就算再恨我，你也不能在粥里下毒呀！这孩子可是无辜的呀！张口就来，这怀个孕谱摆的也太大了，一惊一乍的，孩子没事都被你吓出事了。就是啊，你连医生都没看，你就说我老婆给你们下毒，怎么你还能未卜先知啊？这还用找医生吗？我只喝了他亲手煮的粥，这不是他还有谁啊？先别急啊，嫂嫂，先看看再说。听说唐姨通医术，不如您给嫂嫂看一下。完了，不能看医生。小唐，你去给他看看。是，老夫人。怎么样，小唐？虫子本身没毒，就是孕妇切忌心浮气躁，要保持心态平和。有点棘手，情况和你们跟我说的不太一样。怎么回事？她真的怀孕了。什么？那她还能给自己下药啊？有蹊跷，我们先去医院找到他和大哥的试管资料。试管也是要看身体基础条件的，先去把全套体检做了吧。医生，我眼睛不方便，您能不能带我去一趟？好吧。试管失败是大哥的原因，他有弱精症，想要怀到孩子概率很低。难怪他们都这么忌惮你争夺家产，原来他们早就知道自己可能无后了。可是，那他现在肚子里的孩子……哎，我说差不多得了啊，不就是吃了个苍蝇吗？你又不是真怀孕，装上了。老公啊，我真的恶心的很难受，会不会真的给怀上了呀？怀上？别做梦了，一碗粥都能让你自己给打翻了，你说你还能干点什么？要是等他们真怀上了，那裴家的产业就落入别人的兜里了。我知道了。哎，对了，上次寿宴他们俩不是还乱搞吗？老太婆说了，3天后开祠祭祖，要为我肚子里的孩子祈福呢。哎，如果祖母要是知道他们两个在祠堂当着祖宗的面，要是开祠祭祖当天，祖母知道了真相，哦，相信有列祖列宗的庇佑，清河的孩子一定会平安的生下来。祖母放心，我这肚子里面怀的可是您的嫡长重孙，这老祖宗啊可心疼着呢。弟妹嫁进来也有些时日了，怎么这肚皮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不如你们2个一起留下来，在祠堂祈福，说不定啊感动了老祖宗就给怀上了，到时候双喜临门，也好让祖母高兴高兴。是啊，你们的孩子年龄隔得近些，也能比你和赫儿的关系更亲近些。祖母，
孙儿。好的，祖母。嗯。这是崔形象，爬床的宫女惯用的下作手段。没想到这1000年后，还有人用这把戏。哦，怪不得你这不让我拿出报告来，你是想……虽然不知道这个孩子是怎么怀上的，但是孩子是无辜的。我也想看一看他究竟能做到哪一步。我老婆就是善良。你中迷药了？哦，是啊，你怕了？当徒子，祠堂面前还没个正形。跟我老婆要什么正形啊？哎，再亲一口。干什么？对不起。等等，你手里拿的什么？没什么。给我回来！这么紧张，莫非是弟妹她们有不可告人的勾当？打开看看。不行，少夫人说了，谁都不能看，特别是老夫人。没想到这弟妹两口子平时挺老实的，怎么连祖母都敢骗？给我拿过来！拿过来吧你！你拿过来吧！正好今天祖母在这儿，就让祖母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勾当。真不能看，老夫人看了就完了。走开！祖母，你没怀孕，跪下！说了不让你们看吧。你们两个混账东西，拿个假肚子来糊弄我，真当我老了吗？祖母，我们错了。祖母，我们是怕您失望啊，祖母。失望？你们都给我去祖宗面前跪着，不把肠子悔青了，就别起来。是祖母。这怎么香没烧完就放这儿了？浪费！当家的被罚了，你还这么积极啊？行了，别说那么多了，按祖母说的做，赶紧罚跪吧。不是我说你，你说你能干点啥啊？连个野丫头你也收拾不了，肚子也怀不上，真是个不下蛋的母鸡。早知道我就早一点把你给踹。你种子不行，你还怪地不平啊你！我跟你说正事，你怎么又说这个？我就说，你就是不行！再说我抽你！还是大少爷聪明啊，特地吩咐我等裴二夫妇进去，我就把门锁上，这下一个也跑不掉。喂，你又怀孕了？什么？怀孕了？你说我怀孕了？怀孕了！10年了，我终于有孩子了，咱们终于有孩子了！以后咱们在裴家那可是数一不二的，裴家老二他们根本不足为惧。清河，老婆，我今天看你特别的年轻，特别的漂亮。哎呀，老夫老妻了，你太性感了。哎呦，什么时候回家再说？这是祠堂。不，你干什么呀？不行，我忍不了。什么事就干嘛呀你？哎，这可是祖宗的祠堂，不行，不按着忍不了了。我怀孕了，老婆，你别喊，我忍不了。白鹤，我怀孕了！老夫人，不好了，祠堂出人命了！啊！哎呀！把门打开！别看，
秦寒，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就作孽！你们竟敢在老祖宗的牌位底下干！祖母，快叫救护车！是。医生，我的孩子保住了没有啊？医生，我孙媳妇怎么样了？孩子没保住。另外，患者以后要是再想要孩子，基本没可能了。都怪你！我孩子！小心！你自己孩子怎么没的？嫂嫂心里没数吗？贱人！你们之前不是爱搞吗？我给你们点了催情香，好在祖宗面前给你们助助兴。疯子！为什么会被这个畜生吸了进去？为什么不是你们？老婆，你对他们还是太仁慈了。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啊？祖母，孙儿不孝，兄有弟恭，我是咽不下去了。这是祠堂前供的香，是催情香。这是物证，我们还有人证。赵清寒，这一切事情都是你做的呀！啊，你什么时候变得如此下作了呀？啊！我下作？你找人绑架这个贱人上，你不下作吗？你让我王安里想要的伤，你不下作吗？闭嘴！别再说了，够了，别再说了。都是这个贱人，他栽赃，他嫉妒弟妹，这个事情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啊，宗母。赵清河蛇蝎心肠，自是不可能再做裴家孙媳妇。至于你，祖母，我是孩子的父亲，我也是受害者呀，你就饶过我这次啊，祖母。混账东西，还好意思提孩子？裴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。你看看你，哪里还有半分裴家家主的样子？裴氏不可后继无人，谁给裴家生第一个重孙，谁就是裴家家主。赵清河这次怀上了，我是行的，我是行的。真是你啊！你眼睛好了，上次你们体检留的电话号码根本就打不通，可急死我了。你知不知道自己怀孕了？医生，你没搞错吧？我干了10几年妇产科了，错不了。好，老天有眼啊！我的重孙又回来了，祖宗保佑，祖宗保佑啊！我要当爸爸啦！放我下来，放我下来！这么多人看着呢。我就让你们看着，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，我老婆是最棒的。你以后就是我们家特级保护对象。都快当爹的人了，还没个正形，让我怎么安心把家业交给你？祖母，您是说我刚才说的话都忘了？孙儿，孙媳定不负祖母厚望。3日后，裴家设家宴，我要当着裴氏宗亲的面宣布裴家新的家主和主母。主人，根据系统规则，长孙令仪已经完成任务，我无权抹杀他。
可是主人，您确定能斗得过长孙令仪？您在西朝皇宫都活不过3级。这些古人真的是动不动就客套，懂不懂人权？人人生而平等。给贱婢配跟朕平起平坐。所以这次主人您的计划是，可长孙令仪已经代替主人您的原身，系统无权抹杀他。可是主人，裴家人好像根本看不上这个苏妙龄，你用他的身体，这能行吗？主人，修改记忆限制很多的。你已经不是裴家的儿媳了，还来这干什么？裴贺，咱们可是一条船上的人，这辈子你都不可能甩掉。一个不会下蛋的母鸡，谁跟你是一条船上的人？那我娘家呢？你可别忘了，这些年他们暗中帮你转移了多少裴家的家产。要是祖母知道你干的这些破事，你猜，到底是谁会被扫地出门啊？你什么意思？不信我？老公，我们以后啊，可是要好好相处啊，这刀刃要向着外人才对呢。裴少奶奶来了。这赵清河姓还在这儿，让我替您把他赶出去。算了，别生事落人口舌，处理正事之后再处理他也不迟。是。令仪，祖母。令仪，坐。萧儿，坐祖母旁边。今日邀请众位诸亲来此，是要宣布一个喜讯。自此刻起，由我孙子裴萧接任裴氏家主，担起家族兴衰之责。孙媳令仪掌管主母之位，愿你们2人同心同德，光耀我裴氏门楣。好孩子，这枚祖母印章是我们裴家世代相传的荣耀和责任，祖母希望你能担起重任。谢谢祖母的信任，令仪定不会辜负祖母所托。哼，这主母之位要你坐得稳才算本事。堂堂裴家，难道要让一个冒牌货来当主母？裴贺，这下可有好戏看了。你说什么冒牌货？有证据吗？这可不能平白无故的给人泼脏水呀！证据，我就是证据，因为我才是长孙家的2小姐。苏妙玲，你幸好我早就让系统篡改了他们的记忆。
你说你是长孙家二小姐，怎么会？怎么不会？你们用一个冒牌货来当主母，问过我们长孙家答应不答应了吗？亲家，你们这是在搞什么名堂？回老夫人，我们也是刚刚得知，妙龄是我们养在乡下的二女儿。哎呀，还是我来说吧。老夫人，我们做了亲子鉴定了。妙龄才是我们长孙家的二小姐，她就是个冒牌货。臭丫头，我要你把从我这讹走的嫁妆一分不少全吐出来。既然这亲子鉴定已经做过了，那这妙龄才是长孙家的二小姐呀。哎呀，弟妹，你这个事办的忒不漂亮了吧？啊？是啊，祖母，她就是一个来路不明的野丫头，万万不可做我们裴家的主母，您可要三思啊！她不可，你能？祖母，我长孙妙龄才应该是裴家名正言顺的主母。说起来，我还得谢谢你。所以，你该不会认为裴家主母的位置靠的只是一个出身？不然呢？难道裴家还会要你这个野种？把主母印章交出来！印章就在这儿，你拿不走。笑话！住手！你们世家贵族最注重血脉，你们祖孙俩懂不懂规矩？你们这样护着他，难道就不怕得罪整个上流圈吗？我老婆在的地方，才是上流圈。令仪还怀着我裴家的子嗣，你以为就凭一份来路不明的亲子鉴定，就能质疑我裴家主母的身份？可我才是应该跟裴家联姻的人，他就是个来路不明的骗子。祖母，若是弟妹真的是冒名顶替嫁进裴家的，那我们裴家100年的基业岂不是毁了吗？哎呀，我看弟妹这手段真是了得呀！啊，又是改家规，又是弹琵琶的，怕不是早就预谋好的吧？可不是，裴家列祖列宗要是知道了，恐怕棺材板都盖不住喽。够了，令仪的身份我自会查明。要是被我发现有人在故意抹黑裴家主母，绝不轻饶。一群蠢货！封后大典上的那个人，就是你。还不算太蠢嘛。没错，是我启动了系统，让你替我嫁进了裴家。所以，你只是我的一颗棋子，明白吗？敢把本宫当棋子，就凭你，还嘴硬！我是系统的主人，你不过是一个 NPC 而已，还想逗得我这个主角？不知所谓。皇后娘娘，在我的世界里，还是让我来教教你规矩吧。裴哥哥，他不仅霸占了我的身份，还想杀了我！你要杀他？没错，裴哥哥，这个女人太歹毒了，她早晚有一天会……他如果想杀你，我就做他的刀，明白吗？疯子！手好痛，要抱抱。
你就不好奇我的身份吗？你想说就说，你要不想说，我就当是老天爷送给我的礼物。其实我是1000多年前西朝的皇后，莫名其妙的就来到了你的世界。我知道这件事情过于荒唐，你要是不信的话，但你一个人在陌生的时代，一定很孤独吧？你当真不责怪我盘着你啊？傻瓜，第一次见面我就认定你了，你当时该家规。家规第78条，夫不义，妻可见。偷我板子，还把嫂子还有苏妙玲当狗耍，像不像恶狗抢食？小姑板，你还挺记仇啊！傻瓜，我爱的是你这个人，和你的身份没有关系。邓家孩子，好，那我这次就先放过你。他应该会是一个好爸爸吧？少夫人，老夫人有请。老夫人，少夫人到了。令姨欺瞒祖母，还请祖母责罚。傻孩子，祖母叫你过来，不是要责罚你的。裴家底蕴深厚，最重规矩和体面，而您又是制定规矩的人，如果您不责罚令姨的话，恐怕难以服众。赏罚分明，进退有度，不愧是我裴家的主母。无规矩不成方圆，主母犯错也应受罚。老夫人，不可呀！祖母，祖母老了，不是傻了。自你进门以来，把裴氏上下打理得井井有条，把裴二收拾得服服帖帖。换做谁呀，也不可能做得比你更好。祖母啊，是要帮你坐稳这裴家主母的位置，懂了吗？令姨谢过祖母。去传我话，明天宴请长孙家家主主母，他们不就想攀高枝吗？把裴氏和长孙家的合作让利5成，遂了他们的愿，他们就不闹了。是，老夫人。这也太多了吧？你是裴家的主母，哪能让人看扁了去？老太婆就这么给他吃死了，有眼无珠的蠢货！我不是让你修改他们的记忆吗？怎么这帮蠢货还想着长孙离异这个老古董？主人，系统已经告知过您，修改记忆限制很多，并且系统无法修改他们的情感。还是得靠我自己。只要我抢先跟长孙家那对老东西合作，他们的计划岂不是都落空了？果然，你们这群 NPC 是斗不过我的！都怪你当初非要赔上那么多嫁妆，现在好了，长孙家在名流圈子都排不上号了。你以后还怎么嫁入豪门啊？
还不是你不舍得把亲闺女嫁给那个纨绔，所以才搞成现在。反了你了，还敢怪我啊？哎呦呦呦，疼！哎呦，妈，你还好意思回来？说好的去裴家闹一场，就能要回嫁妆，结果呢？急什么呀？等我成为裴家主母，别说是嫁妆了，就连裴家的家产，我也可以分给你们。你说的是真的？说吧，这次又想让我们帮你做什么？明天啊，是裴家家宴，那死老太婆一定会威逼利诱你们承认长孙令仪的主母身份。我要你们咬死联姻，势必让裴儿娶我进门。裴家提出的条件，想必二位已经知晓了吧？不知长孙家意下如何？长孙夫人，令仪虽说是误打误撞进了裴家，但做裴家主母，我意已决。裴家让立武臣，已是从未有过的优待。两家婚约是长辈们定好的，就是我女儿妙龄，无论你们给多少钱都不行。是啊，老夫人，我们两家早有婚书为证。裴家若是言而无信，弃了婚约，立这个冒牌货做主母，传出去，谁还再敢跟裴家合作？上野先生的投资，恐怕也要打水漂了吧？我说两句，这弟妹的事情呢，让咱们裴家的股票已经一跌再跌了。祖母，你可不能犯糊涂啊！是啊，祖母，这婚事啊，的确是弟妹冒名顶替，如今物归原主，也算守住咱们裴家的名声了。帮着外人说话，你们是改信长孙了？哎，小小，这不是为了咱裴家着想吗？你们还有什么条件？提出来。我长孙家只有一个条件，那就是娶我进门。皇后娘娘，我看你这下还怎么斗得过我？令仪不愿意看见祖母为难，我愿意和离。我愿意和离。令仪，你这祖母会护着你。再说裴二爷，我听我老婆的，我老婆说离，我就离。草认怂多好，攥不住的东西，你攥烂了也得吐出来。哎呦，弟妹啊，还是你识大体，咱妯娌一场，日后遇到什么困难啊，你尽管来找嫂嫂。哎呀，既然这已经聊到这个份上了，那咱们是不是找一个黄道吉日，早点把婚事给办了呀？啊，我看行，明天就不错。上午离婚，下午跟妙龄领证。说得对，这样办比较有效率。我记得和裴家联姻的人是长孙宁宁吧？怎么变成你苏妙龄了？老婆，你忘了，还是嫂嫂和长孙家里应外合，篡改了婚约。我们裴家只娶正牌大小姐，别什么野狗野猫都往我们裴家塞。你们，这是两家长辈最早定下的婚书，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裴萧和长孙宁宁的名字。姐姐不愿意嫁，我代劳不行吗？你说换人就换人啊？你真当裴家的门槛是烂白菜，谁想踩就能踩啊？笑什么？我笑你蠢，让自己的亲生闺女当裴家主母不好吗？非要选一个养不熟的私生女，就凭现在长孙家的地位，还能攀得上比裴家更好的高枝吗？当初嫌裴二是个纨绔，宁宁不肯嫁，可如今裴二洗心革面，还当上了家主。若是宁宁做了主母，日后再生下裴家的血脉，那裴家的财产就都是我们长孙家的。哎呦，妈，你们别听他的，他这是在挑拨离间。滚开！我这就给宁宁打电话。蠢货，明白了吗？这世上最难规训的就是人心。晚安，妈咪。女儿啊，你快回国吧，裴儿现在啊都当上家主了，你嫁给他，咱们长孙家可就飞黄腾达了。开什么玩笑？我在国外读了这么多年书，这怎么还搞包办婚姻这一套？我跟杰克早就结婚了，
挂了。哎呦，这个逆女居然嫁给洋人！哎呦，气死我了！长孙家这算是完了。既然长孙宁宁毁约结婚，那两家的婚约就不能作数了。烧了吧，看着心烦。既然你们长孙家毁约在先，那你们长孙家是不是该赔偿我裴家？没错，必须给裴家一个交代。我劝你们想好了再开口，否则明天我让你们长孙家在华夏消失。潇潇说的对，让你们消失。裴阿少，您说个数。我听我老婆的。你今后长孙家和裴家的所有合作，长孙家让利80%。什么？爸妈，你们可千万别着了这贱人的道啊！长孙家早就已经破败了，全是靠裴氏的项目养活的，让利80%，这和破产有什么区别啊？贱人！要不是因为你个没用的东西，长孙家也不会被逼入绝境。妈，都怪我当初心慈手软，就应该你一出生的时候就掐死你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救命！杀人了！算了，救命啊！算了。哎，我们手头还有点事儿没办，先走了。我都拥有系统了，为什么还是会输给你？人心难测，这个道理很难懂吗？要不是长孙宁宁嫁人了，你以为主母的位置轮得到你吗？哦，那你猜周如燕为什么要让长孙宁宁来联姻？她之前为什么不提？姐，你算计我，都是你撺掇的！蠢货，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。少得意，系统是我的，你的命在我手里，我要让系统将你抹杀。本宫从不信命。你在做什么？我给孩子取名字呢。来，你快看看。男孩裴木仪，女孩裴爱仪。裴二少，你好老土啊！多浪漫啊！我爱你，倾慕你，你不开心吗？裴晓，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，你会怎么做？那我就跟苏妙玲一样，找一个系统，上天入地，跨越时空，你这辈子都不想离开我。我命令你抹杀掉长孙令仪，现在，立刻，马上！主人，长孙令仪已经绑定您的身份模板，不可以随意抹杀哦。废物！我要你有什么用？哟，你还装死？下线了？等等，下线？对啊，下线，把他杀了，他下线了。裴家主母的位置不就是我的了？漂亮，以身入局，逆天改命，好一招破局之法。明天你去找苏妙玲，查出她的底细，最好能找到那个所谓的系统，让她成为一只无牙的老虎。你舍得让我找别的女人？我不仅舍得，我还要让你用美男计。坏女人，你没有心。我的心在这儿。真的？你放我下来，我怀孕了。
怀孕也有别的办法。哟，长孙令一这是怂了，让你请我回家当主母呢？不是，是我怂了。裴哥哥，你那样维护长孙令一，叫我如此难堪，我该怎么相信你呀？哎呀，我这祖母啊，已经被他耍得团团转了。我这么孝顺，肯定不能忤逆他老人家呀。哎，再说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大哥大嫂，你该不会看不出来他们到底真的是谁吧？世家贵族一向最重视血脉和权势，看来裴哥哥也和我一样同病相怜呢。可就是因为我是一个私生女，从小父亲就抛弃我，母亲虐待我，就连村里的狗都能踩我一脚。这25年来，我每天都活得像在泥沼里一样，痛不欲生。可我偏要踏出这泥沼，做那高攀的凌霄花，把所有人都踩在脚底下。好，我裴萧就喜欢有用的。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别急嘛，那个什么系统，我还挺好奇的，要不你给我看看？你好，主人。我是系统的主人，也是这个世界的主角，拥有上帝视角和改变所有人命运的权利。只要你娶了我，我保证让你做裴家家主之位。那如果你死了呢？你放手！我不想要家主之位。什么狗屁家主之位，我根本不稀罕。不过他想要，我就为他争。园里找的人不止我一个，还有他呀。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是不是谈判的不顺利？那你呢？愿意和我谈判吗？那要看你的诚意了。你不付出点什么，那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再去找裴儿呢？那我把我都给你，够不够？老婆，老婆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哪还有你这个小古板亲手绣鞋啊？你有这个时间，你还不多陪陪我呢？连孩子的醋你都吃啊？哎呀，我不管，那孩子再宝贝，那也不能累着我老婆的手。好。哦，对了，苏妙玲那边哦，系统已经找到了，就是没办法打开，他认主。没关系，只要这个遥控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，他苏妙玲就是个普通人，不足为惧。李保镖，少夫人，找国内最顶尖的科研团队，把这个系统给我研究明白了，我给他赞助10年的研究经费。好的，少爷。不过还有个坏消息，大哥和苏妙玲联手了，要把她娶回家。这是好消息啊！等苏妙玲嫁进裴家，正好一万大钱。就是不知道嫂嫂到时候看到苏妙玲，她脸上的表情
该有多精彩。老公，贱人，你竟然敢勾引我老公！王脸婆，干什么呢？你敢打我？哼，打你！我不只要打你，我还要跟你离婚。裴鹤，你要为了这个贱人跟我离婚吗？祖母说过了，谁生下裴家的嫡孙，谁就能当家主。你个不会下蛋的人，我留着你干什么？啊，把你供起来啊！裴鹤，你有弱精症，你也不能生。我不孕，你不育，咱俩天生一对儿。难怪我努力了这么久都没怀上，最后还得靠鸭子帮手，搞了半天还真是你的问题。别在这胡说八道！上次你作死流掉的那个，是不是我裴鹤的种？我告诉你，现在妙龄已经有了，你别在这给我捣乱，我警告你。裴鹤，你别忘了，我手里可是掌握着你转移裴家家产的证据。你说这个呀，我早就帮鹤哥解决了。你以为你有那么特殊吗？贱人，你真是臭不要脸的！我打死你！敢动我裴鹤的，你找死你！祖母，跪下！清河虽然算不得什么贤妻，但她这一摔成了植物人，我们裴家不知道传出多少风言风语。祖母，都是那个毒妇咎由自取啊！孙二也不是故意的，况且我和清河这么多年也没有孩子，这妙龄好不容易怀了我的种，我得给她个名分呐。祖母，孙媳已经怀孕3周了，还是个男孩。哼，才3周，一个细胞就知道性别？哎呀，祖母啊，孙儿昨晚做了一个梦，就是之前裴家夭折的嫡孙，他投胎到了妙龄的肚子里，还说回来要跟祖母再续前缘呢。祖母，这个孩子跟咱家有缘，这祖母，妙龄怀了你大哥的孩子，他想再婚另娶，你们怎么看？我老婆怎么想的，我就怎么看。长孙令仪，你最好大吵大闹一番，好让祖母讨厌你，我再装柔弱懂事，讨得祖母欢心。我们都是小辈，全凭祖母做主。他怎么不按常理出牌？现在是你们当家，得拿个主意。小顾班，你说这1000年前的人都怎么治这种人？孙媳认为裴家血脉不可外流。那便去母留子，生下孩子，给他笔营养费，让他走人。祖母，这可不行啊！祖母，这万万不可呀！这也是你的主意。我说了，听我老婆的。求我一个老太婆有什么用？裴家的家主和主母在那儿呢。不是，祖母。哎呀，小心肚子里的孩
孩子干点儿。老婆，你知道你这个损招在现代叫什么吗？该死，那死老太婆根本就没把我当一回事儿。系统开关还丢了，现在就根本看不到那贱人那边的情况。要不，咱换一个系统？那开关是我偶然间捡到的，你让我去哪儿再找第二个？你去把他绑过来，杀了，让他强行下线。我之前绑过他，现在裴儿已经在家里加强了监控系统了，我没法下手。那就想办法把他骗过来杀。看来这两个人是活腻了，我现在就带人把他们脑袋拧下来。别冲动，我倒觉得这是个好机会，将计就计，一网打尽。说吧，找我过来要做什么？哎呦，弟妹别那么紧张嘛，嫂嫂呢就是找你出来散散步，对胎儿好。你这么突然的关心我，我还真是受宠若惊啊。都是一家人，一家人哪有隔夜仇呀？咱们以后呢就好好的。送你上路。皇后娘娘，就算你是西朝的宫斗赢家又如何？现在还不是被我踩在脚底下？行了，别说那么多废话了，赶紧动手，省得夜长梦多。去死吧！住手！你怎么会在这里？那是麻袋里的事。是我。哼，这两混账东西竟敢残害我裴家主母！祖母，你消消气。令仪啊，你还怀着孕呢，当诱饵太危险了，还是换个人去吧。让老师去吧。来人，把这两个畜生给我送到警察局去。你们已经无路可逃了，束手就擒吧。祖母，求求你，你得救救我呀！我可是你养了30年的亲孙子啊，祖母。别喊我祖母，我没有你这个心狠手辣、害人害己的孙子。你已经被逐出家门。我不服！如果当初是我嫁进裴家，那现在坐上主母之位的一定会是我。当初是你自己不愿意嫁入纨绔，借助系统迫使我和你交换嫁入裴家，但是你一次又一次的失败，知道是为什么？那是因为你运气好，嫁对了人。你还是不明白，你败就败在总把自己的命运系在男人身上，而我从来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。所以这一生，不管我嫁到谁家，我都会靠自己活得很好。我没有说。把他们都带走，省得脏了我老子眼。走，我们回家。由于玩家擅自打破系统规则，15秒后强制重置身份，倒计时开始。系统开始，倒计15秒。
我可能要回去了。不，你先不要说话，你坚持住，我们去医院，救护车，快叫救护车！遇见你，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，来不及了，让我再摸摸你。你等我，我去1000年以前找你啊！你一定要等我，你一定要等我。娘娘，今日是封后大喜，您筹谋已久，终于得偿所愿，怎么还哭了？小李子，本宫好像得到了一切，却又失去了一切。不守家规为妻的，当然可以教训你。我告诉你啊，从小到大就没有人敢打我。孙儿，孙媳给您祝寿了。少爷，您已经5天5夜没有休息了，这样下去，身体吃不消的。我好想他，想得快要疯了。可是我没办法找到他，我真的好想他。少爷，科研团队那边传来消息，系统有进展了。阿姨，慢点儿，你慢一点儿。阿姨，微臣参见皇后娘娘。如今皇上政令多有失当，致使民不聊生，边疆不稳，微臣斗胆恳请皇后娘娘临朝议政。臣恳请皇后娘娘临朝议政。3年前，本宫生下公主后，就宣布退隐深宫，不再朝政。2位还是回去劝勉皇上吧。可是如今皇上并无治国之能，赤娘娘公主出生至今还未见过皇上，想必皇上一直牵挂公主，还望娘娘开恩，一解父女相思之苦。皇上，那是谁？是我爸爸吗？你爸爸，他不在这儿。哦，阿姨，
你穿的好生奇怪，你是谁？他就是你爸爸。我来接你们回家。爸爸。哎，